请记住哈，所有泡沫，古今中外，泡沫一定破掉，无一例外。但是泡沫破掉之前，泡沫会继续吹，会成长跟壮大。所以，如果你这个时候去做空的话，是你头壳空掉哈，你会变得很悲惨。现在美国还可以热炒一个话题，因为经济很好嘛，失业率也非常低啊，通常会被目前的执政者拿来当做他选举的一个政绩。所以也有人说，拜登他如果今天在选举的时候，他告诉大家说经济很好啊，他连任的几率也会变得比较高。也有一个说法是，如果今天是民主党当政的话，通膨也有可能会比较高。您认同这样的一个说法？民主党当政的时候，通膨的发生的几率比较高哈，这个当然也是有事实的那个整理了啊。那是这样子，美国的民主政治两大党来轮流啊，来竞争选民的支持。那两大党的经济思维是这样子，共和党比较偏社会上层，他们的主张就是你政府不要来课我的税，叫减税。所以从以前到现在，共和党的总统大选的主张一直就是不断的提减税。减这个减那个，反正就是减税啊！为什么？我住的社区很好，我的那个什么保全安全我自己负责，我的交通我自己负责，我的孩子的教育我会自己负责，然后我的那个健保我都有钱花嘛，这些不是问题。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你课我税啊，所以共和党的主张啊就是减税啊，然后呢控制货币供给，控制物价啊，维持这个物价稳定啊，然后呢这个剩下的我自己会来。所以共和党永远主张小政府，政府不要一直扩张嘛，叫小政府，然后呢减税，然后控制这个物价，就是控制通膨，剩下的我们自己会搞定。所以共和党的经济思维成为主流的那种年代，政策有利于企业界，然后企业界做什么？做投资，投资什么？不是买设备而已哦，而是搞研发，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最后呢，技术创新带来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到最后，人们的信心上来了，乐观情绪上来了，最后整个行情会脱轨，就是会有这个超常演出啊，简单讲泡沫化。所以共和党执政的年代，一定看到技术创新跟产业革命，然后过度信心，最后的泡沫化，然后泡沫破掉，泡沫破掉以后，民主党上台收拾局面啊。好，然后民主党的主张，民主党代表社会中下层，所以会要求政府做这个做那个啊，要求政府给补贴，教育补贴、食物补贴什么一大堆补贴，然后呢补贴不够，搞建设、公共投资啊，然后政府要花钱搞基础建设这样子，所以民主党上来的话，政府就会一直花钱，花钱以后就会发行公债，发行多了以后，公债的价格走低，殖利率开始走高。然后呢，你发公债的结果是把购买力，政府撒钱了哈，借钱撒钱的结果，借钱的这边那个利率会走高，撒钱的这边呢通膨会走高，好，政府开始买东买西嘛哈，然后通膨走高，利率走高的结果，就是为什么1970年代之前的60年代红线已经突破3%到5%，站上5%，这个期间叫做我刚刚讲越战效应，对不对？就是民主党执政。那个时候越战是民主党的时候打起来的，对不对？共和党的尼克森是要来收拾越战残局的啊，所以民主党执政的时候看到通膨啊，这个是当时也是经典例子，因为对外有战争，民主党的政府是大政府，政府要做很多事，所以要花很多钱，所以要加税啊，要发行公债来筹钱，所以呢通膨会走高，公债利率会走高，是这样背景是这样来，所以民主党执政的时候比较容易产生通膨，这个说法成立。那我们这次的通膨是不是这样呢？答案是 yes， 就是说，川普执政，即便最后一年2020年有疫情，他也推出这个刺激方案，他当时已经刺激，但是整个2020年，通膨没有起来。我们可以看哈，这个是红色的是 CPI 哈，通膨在这个适度的控制之下，就是贸易战没有带来通膨，量化宽松没有带来通膨。疫情那个在川普时期最后一年也没有通膨，通膨什么时候发生？答案是这样：2021年4月，就是拜登上任之后3个月后，第一季就是当年的第二季，拜登是1月20号就职嘛然后3个月后4月份的时候，
通膨数据终于正式突破3%这个门槛。有没有通膨是3%啊？然后呢，通缩当然是把通膨率降到-0%以下，对不对？所以1%的通膨率以下就有通缩的风险，3%以上是通膨。所以为什么联准会把那个通膨的目标啊，就是希望达到2个百分点，有没有？把通膨压到2%，3%以上是通膨，1%以下是通缩，所以它取一个中间值2%，背景简单讲是这样来的。那不是什么绝对的什么物理学的定律，说2%一定要这样子，它就是一个经验上人类生活的经验上，控制在2%上下可以，波动一下可以啊，就是超过3%叫通膨，1%以下的话，哇，通缩了啊，要准备通缩了，所以故意定一个2%是这样来的。那在川普时期、共和党政府时期啊，没有通膨压力，这一次的通膨引爆的时间点是2021年拜登上任的第1年的4月，也就是当年的第2季。是拜登上任后3个月，为什么？因为拜登一上任推了好几个经济刺激方案，总金额加起来有6兆美元，哦，包括各种家庭补贴啦，包括还有什么基础建设投资啦，反正一大堆的那个方案推出来。然后呢，当年的4月份，原物料上去了，因为原物料预期看到了这个将来会有很多的原物料需求。因为搞基础建设投资那些了啊，所以原物料的行情在2021年4月往上冲了，突破那个压力线了，冲上去。然后通膨的数据也是在2021年的4月啊，以 CPI 来讲的话，3月份还在2.6，已经离开2%了哈，向3%推进了，还没有过3%。4月份的话，直接就过4%，不但过3%哦，还过4%。所以然后呢，稳住以后，扶摇直上。一直到2022年的6月 ，CPI 到了9%边附近，9.1、9.0那个地带，然后到了那个在隔年的6月，就是去年23年的6月，通膨 CPI 降到3.0%，是这样，从9.0降到3.0这样子。所以现在我们看起来，民主党执政的时期确实容易看到通膨。你讲的这个命题成立。可是老师，你刚刚讲说大政府我需要花很多钱嘛？但是现在美国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它的债务过高，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了。这样会不会影响到联准会未来的决策呢？财政部要花多少公债？哦，它是提出预算让国会审查通过，包括国防开支，包括援助外国的法案，好像现在援助乌克兰这些都在里面。所以坦白讲，财政部只是最后政治面讨论出结果以后，归结到财政部这里，然后财政部就开始看看手上有多少现金，有多少钱，然后要花多少债这样子。然后这个后面才会轮到联准会要不要出来买公债。哦，联准会如果直接买公债的话，那相当于就直接印钞哈，政府要花钱，那就是印借条啊。然后联准会看到借条就说好，我来买，那就等于说我借你钱，你开借条给我，意思是这样嘛。那通常美国的债券。大家都说美国的债务负担在上升，而且我们会算美国的债务跟它的 GDP 的比例到底百分之多少，看政府债务占国民生产毛额的这个比例是多少，来估计一下债务负担是不是超过啊？但是美元很特殊，为什么？因为有时候美国美国财政部发行债券，是因为别的国家有需求，然后我不卖反而不行。什么意思？大家想想看哈，你如果是别的国家的中央银行，别的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别的国家的一些大银行的那个保险公司的那个财务操作部门，你需要有一些安全资产、流动性高的资产，而且还可以什么保值、有好的报酬率的资产。除了美国公债以外，你可以去买台积电的股票啊，你可以去买苹果啊、Google 啊这些好公司的股票，微软啊等等。可是这些叫风险投资啊，你总有一些钱，大概你是剩下来的钱，叫做闲置的资金。那你以前是买定存啊，定期存款，对不对哈？那现在有些人去买长期的累积买台积电股票啊。我有一个朋友，那个在疫情爆发的期间，他来问我说有什么可以买的，我说赶快去买台积电，他真的去买，然后他跟我讲他的平均价格当时是265块。那我说涨到600多块的时候，我说你卖了没？他说还没。我说你怎么不卖？他说我手上有些台积电的股票是69块买的，到现在都还没卖啊。那意思就是说你有可能把台积电当作定存来买，长期持有了哈，意思是这样。那现在我们看出来就是很多国家国外
他对美国公债有需求。你不买美国公债，你这些闲置资金你要买什么？你如果说你要买房地产、买股票，那个叫风险投资啊，那已经排除在外。如果你最后还有剩下一些钱，也摆在银行买定存也不是办法，那怎么办？你可以买美国公债。好，美国公债的买的方法有2个，一个是你直接买债券，报到期了，然后呢领回本金利息；另外一个是你是买债券的什么相关的金融产品，什么 ETF 的啊，有各种那个以债券为基础做出来的叫做金融产品。那你买这种金融产品的话，有个问题就是它会随着债券交易的那个价格起起伏伏。如果你买美国公债，然后报到期，比如这个公债是10年期的，你现在买下来还有剩下3年，好 OK， 你3年后到期，对不对？你就可以拿回本金，然后呢，他那个答应你说，他承诺你说，我到期的时候是支付你，比如1万美金，你买的时候你可能是用9900块买的，9800块买的，那到时候你拿回1万美金的话，相当于拿到利息，是这个概念。所以你报到期拿回你那个票面价值，这是一个办法这个就跟债券交易涨跌无关，你不用去担心什么债券交易现在涨啊跌啊，10年期公债价格行情怎么样啊，你就不管。那另外一种情形是你去买那个 ETF 的那些债券的 ETF 这产品，然后你买的结果的话，你当然期待那个会涨债券的价格涨，就表示它的殖利率走低降息了就是结果呢，华尔街很多大型投资很多金融机构都有很多资金部位是买美国公债，这个少不了。结果他买了美国公债以后，现在升息了嘛？升息的结果的话，公债殖利率走高嘛，短期的是跟着政策利率走，长期的话可能就比较有其他考虑，没有跟着那么紧。总而言之，结果就是利率走高，利率走高的话，债券票面价格，债券的价格走低，然后债券投资部位就出现账面亏损，叫做浮亏。那出现亏损以后怎么办？美国各大金融机构就设计了债券的那个金融产品，然后叫投资人来当接盘侠。怎么当？要降息了大家想想，降息的话，债券价格会走高，这个是好的投资那个方向，对不对？干脆跟大家再补充一句话，在金融市场上没有送分题记好没有那种稳赚不赔的稳坦的没有这种事情，都有风险的了理论上正常情况是这样，万一情况不好的话是那样有风险所以呢，这个有一阵子去年一整年几乎都在推测联准会什么时候降息嘛。降到现在还没有，现在还恍惚又传出新的动摇，就联准会官员有点动摇。你看到这个通膨现在降不下去嘛，已经好几个月降不下去了。如果是动摇的话，原来是什么意思？我跟你讲原来是相信认为通膨走下跌趋势会继续跌。这个是那个住房之外的服务类的通膨，你看跌下来现在盘整跌不下去很多你看到很多数据都是这样子通膨跌不下去的话，再拖下去的话，那联准会跳起来，会紧张那个干脆现在就讲一下，如果通膨横盘一直拖下去，就是3%到3.5%这个区间一直盘下去的话，在那边盘整的话，那么将来会形成通膨预期心理，英文叫做 inflation expectations。通膨预期心理出来的话，各行各业重新定价。以前的价格是在没有通膨的时候定的，现在有通膨的话，我要改了。那尤其是劳工阶级签合约的时候，以前的合约没有考虑通膨现在有通膨了，要考虑进来，所以到时候工资会涨，工资一涨，企业的成本就涨，企业成本一涨，物价又要再涨，这样的话就物价涨了刺激工资，工资涨了又刺激物价，这叫物价工资螺旋性上升这个很有名。这个情况一来的话，我告诉你就会解释为什么当初通膨升那么高，利率调高以后通膨还继续走高，就是70年代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所以现在的联准会一直讲过早降息是不适当的然后他还讲宁可紧缩过度而不要紧缩不足，这个联准会都讲过，这些话都讲过。所以呢，大家要了解说为什么联准会是他根据70年代50多年前当时对抗通膨的经验，当时有很多的政策方案、政策行动等等，操演下来的结果就是大家看到的实际结果是这样子蓝线是利率，红线是通膨，你看利率降下来，通膨呢创新高，利率降下来，通膨突破前高，最后利率干脆冲到20%，就是前阵子那个零利率当年是20%，为什么是这样的？有没有降息？有降息通膨有没有守住？通膨创新高。所以为什么你要明白为什么现在联准会都不听市场的？
因为联准会没有排除这个噩梦，降息的结果是噩梦，一场噩梦，所以他一定要确认通膨跌破3%以下，向2%靠近了，他宁可降息降得慢，而不要降得快，降得快的结果没有用啊。一旦通膨缓步的话，我告诉你很悲惨。所以大家要体会当年的那个政策经验，延续到今天，在指导今天的货币政策。那所以现在看起来，债券的部分不要过早期待降息，因为什么？因为通膨的数据方面，已经出现一个微妙的不利的局面，就是横盘。现在通膨在横盘，在3.0到3.5这个区间横向整理，什么时候跌破3%？向2.5%这个地方靠近，大家注意是有一个数据还不错，就是核心 PCE， 我们这里是 CPI 另外一个数据叫 PCE 的话呢，再去掉食物跟能源叫核心，这个数据已经跌破3%，进入2.9、2.8，它还没有跌破2.75到2.5这个没有进入到这个地带，稍微跌破3%， PCE 有。但是呢，现在大家都担心说它一直这样盘下去有点黏，对不对这样有僵固性这样不行所以我们会用到一些粘性的那个 CPI， 所以就说最主要是你要解读通膨数据，再来决定你的债券部位的投资操作你不要这个单方面相信那个你的那个什么理专还是什么银行的什么销售跟你讲要降息了，可以买债券的这种话真的听了一年半了没有用了，不好。就是你要回来基本面，就是联准会的利率决策看的是通膨数据，通膨数据看的是3个，一个油价，再来租金，再来工资那跟大家复习一下，这个关键是这个服务，住房之外的服务那服务的通膨已经横盘了，跌不下去了，这里在跌大家都很高兴一路跌跌到这里的话3%。已经有抵抗了，有支撑了用股票术语叫支撑，然后盘不下去，然后后来我们把两个一对比刚刚讲这个服务通膨在横盘，因为服务的背后工资在横盘，工资在40%这边跌不下去，这个问题才是根本。那现在因为就业市场很强所以呢不能指望这个工资往下掉，那失业率要上升。那如果到最后失业率让它上升，以便压下工资的话，如果到最后走到这一步的话那就是说联准会的立场是这样，如果不用失业率上升把通膨打下来最好这叫软着陆硬着陆的话就是说失业率上升经济衰退才把通膨降温打下来，这叫硬着陆。软着陆的话就是说实体经济 OK 好好的，可是通膨打下来了这太漂亮了，软着陆。现在的情况是不着陆，就是通膨在3%横摆还在飞，低空还在飞，没有着陆所以从硬着陆到软着陆到现在不着陆，通膨还在飞。那如果通膨跌破3%，向2.5%、2.0%这样靠近，这个才是好消息，所以那个时候才是好的。那现在是这样子，有人说只要联准会停止升息，大概6个月后还是1年后可能就会看到这个就是债券的那个就是总而言之就是值得买债券他们跟你这样讲。现在的问题出在，如果利率升到高点停住了，以后不再升息，那这个可能应用可以管用了现在的问题是升息的可能性又开始回来了，为什么？因为现在联准会发现，如果老是跌不下去的话，在这边这个叫最后一里路了，怎么办？你知道吗？就是最后一里路，就是到最后的话，通膨的这个抵抗会很强，然后呢，甚至于还会反弹，然后打不下去的结果，只好下硬手。就要出硬招，所以到最后联准会现在都已经开始说不排除要开始考虑升息了，因为降不下去。结果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摩根大通银行的执行长戴蒙，他说搞不好利率会回到8%。2年前在升息的时候，我那时候预测说利率可能会看到6%，是怎么算？是从8%那个时候掉下来，我假设会掉到4%。然后再加上利率要比通膨率高2个百分点，所以这样一算的话，可能会看到6%结果后来通膨率降到3%嘛，3%，那3%加2个百分点，不就5%吗？所以现在的利率是5.25%到5.50%，就是让利率超过通膨率大约2个百分点，多一点2个百分点，是这样来的。那结果有人就说，我当初预测利率会到6%，没有说我这个
失灵啊。其实我当初的逻辑是这样，我猜测通膨率会降到4%，停在那边。我没有想到后来降到3%，停在这边嘛。好，那就是加2个百分点嘛。通膨加2个百分点，我当时还在8%、7%的时候，我猜想会降到4%，结果啪啪啪一下降到3%。OK， 很好。啊，3%加2个百分点不就5%吗？5%露个头，5.25%到5%就是目前嘛。所以呢，实质利率才是重点，大家要看实质利率。实质利率就是说利率比通膨率还要高的超过的部分2个百分点左右。稍微多一点点。好，总而言之，买公债，美国公债这个投资的思考，当然是看联准会的政策动向，而联准会的政策动向看的是通膨，实体经济是不是衰退，不那么重要。就是说，如果不需要让经济衰退，就让实体经济降温，让通膨降下来，最好，大家高兴，叫做 everybody happy。但是如果还是不行，那可能就回到老办法。有一个数据是这样，把1971年8月15号，刚刚讲美元黄金脱钩以来的衰退去观察，结果都发现经济衰退之后会出现通膨数据的大幅下跌。换句话说，如果联准会真的没招了，到后来没招了，那就只剩一招，让通膨数据大幅下跌，就是接受经济衰退，升息升到衰退，在所不惜。这就是当年的经验啊。那有人还在补充一下，有人会说，那个为什么要降息？因为要缓和财政部的利息支出。他们说从美国到日本政府到或者其他国家，那个财政部的那个利息支出不是越来越高嘛？我说，如果你不把通膨降下来，你就没办法降息。你没有办法降息的结果，你的财政部的付的那个利息一直在比较高的水平。所以你现在宁可利率拉高，然后让实体经济降温，把通膨降下来，随后就可以降息。你如果不赶快升利率，把通膨打下来，你让利率一直保持在高位的话，那后面利息开支不就这个很严重吗？所以你要有长期因素考虑，不要只有短期因素。所以如果联准会现在大幅度升息，把通膨真的打下来，彻底打下来，后面就可以降息，然后一降息的话，财政部的利息支出不就得到缓和吗？所以你要有这样想法，不要说很多人告诉你，会降息因为什么？因为财政部的利息支出吃不消了不是，他现在必须先确认把通膨打下去，这样他才有降息的空间所以现在回到根本的问题，现在告诉你的情况，第一个情况整理一下，通膨到目前打不下去，在3%到3.5%这个区间小幅盘整，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盘整越久的话，会引来联准会决策官员的开始恐慌，因为通膨打不下去的话，后面很难收拾。这第二点。第三点的话，如果早一点把通膨打下来，联准会就完全有降息的正当性。降息降下来以后，财政部的利息支出才可以真正得到缓和。好，先整理这3点给债券投资人参考。老师，我们现在知道观察通膨的指标是很重要的，那你还没有其他要补充的一些重点？我刚刚讲现在的通膨问题就是说降到3%到3.5%这个地带以后降不下去。然后现在我们还要看那个数据来参考，这个叫做核心 CPI 的粘性的粘性的意思就是说它的价格调整周期比较长，比如说它可能有签合约，合约到期以后才能够再换约，再来变动价格这种粘性的话，表示价格维持的期间比较长那这种的话有什么含义？它比较有持续性，它的变化比较有持续性。所以你看它涨的时候就一路涨，然后跌的时候一路跌。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出在说这个跌到这里跌破5%到4.4、4.5这个地带离3%还有一段距离3%的话从这边过来3%在这边，现在这4%以上所以这个粘性的核心 CPI 预告着核心 CPI 怎么走粘性的话会比较有预告性，预告核心 CPI 怎么走，而它的这个下跌呢，已经慢慢的有点缓和下来，它还在走下跌趋势，这个却没有错，对不对？但是它在高位，它在4.4、4.5这个地方，离3% 还有一段距离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 CPI 的下降好像有点慢下来然后我们再用这个来对比，把刚刚那个核心 CPI 来跟这个利率来对比，利率是红色的，这个叫利率。现在利率比这个粘性核心 CPI 高，对不对这个就是说利率差，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实质利率，利率比通膨率高的部分，我们这个通膨率抓的是核心 CPI 再加上年性的这个部分来比较，结果呢，这个数值是多少？这个利率是5.33%啊，然后这个利率呢，这个通膨率呢是4.4%，这个差距还不到，就是说接近1个百分点，还不到2个百分点啊，就是说利率比通膨率高，还不是超过1个百分点，坦白讲不太够，可见利率在高点维持下去不降息，这个可能性现在越来越高，所以估计大家还要有耐心的等待，联准会可能还要再估计第一个通膨会盘多久，横盘多久，第二个通膨横盘下去会不会反弹，比如说油价反弹，油价为什么反弹？包括海运的运费，因为中东嘛，因为乌克兰嘛，那说不定南海又有什么事情，那地缘政治冲突是联准会承认他控制不住啊，这个不是他的那个涉及范围啊，这不是他的那个权力范围，所以他要把这个东西当作一个风险。那如果地缘政治冲突没有带来油价上涨，那这样最好啊，剩下的话就是租金跟工资，美国可以自己想办法，是这样子的。所以现在还不能对降息太过一厢情愿，因为现在如果通膨再拖下去，都降不下去，一直拖下去的话，真的联准会被迫要升息。我再讲一遍，金融市场没有送分题，你千万不要把降息当作理所当然啊！联准会必须平衡各种风险，包括太早降息的风险跟太晚降息的风险，它宁可太晚降息，而不是太早降息。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经济它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目前看起来呢，通膨应该还是一个潜在的风险，值得我们去做关注。它也会去影响未来联准会的利率决策。那以刚刚老师的说法的话，目前债券大家也不要马上就会觉得说它的价格会因为利率的下滑而开始大幅的上涨。但是我们也看到股票市场反而是呈现另外一个光景，现在也还没开始降息啊，而且未来联准会有可能会维持高利率一段时间。股票市场不断的创高，大家都说是因为 AI 热潮所引起的，生产力带动这些公司它的获利越来越好。老师会觉得 AI 真的有泡沫吗？如果今天股票市场真的有泡沫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因应？现在 AI 是热点啊，然后带动那个经济，带动那个人们对生产力的评估哈，然后觉得这个说法成立啊。但是有关泡沫的部分，我就讲重点，讲几个。第一个点。古今中外，还不是什么2战结束以来古今中外，100年前、200年前、300年前，不管你是荷兰的荷兰时期什么郁金香泡沫是吧？后来有什么南海泡沫、密西西比泡沫，那有道琼的泡沫日本日经的泡沫，还有纳斯达克的泡沫房地产泡沫，请记住所有泡沫，古今中外，泡沫一定破掉，无一例外，这个不用去那个有非分之想不要想太多。这第一条，第二条。泡沫虽然最后会破掉，但是泡沫破掉之前，泡沫会继续吹，会成长跟壮大。所以，如果你这个时候去做空的话，是你头壳空掉你会变得很悲惨泡沫还在吹的时候，你不要说因为它是泡沫，你就跟它拼了，对不对？这个升完息了，降息了吗？还没有。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会降息了，所以你就 all in 你买美国公债的产品。你到时候可能会被嘎泡沫破掉之前，泡沫还会继续成长跟壮大，意思就是说不要在错误的时间点上去做空泡沫做空那个有泡沫的这个资产意思。这第二点，第三点泡沫的会发生了是要了解它的原因，原因有2点，第一点就是某一个行业或者某一家企业的产品。它出现了成长的前景，就是这个行业值得看好，这个毫无疑问有一个成长的前景，这第一点。但是第二点什么因素呢？这个成长的前景有不确定性，我无法预估到底它的成长是20%、30%还是45%、40%、50%，它有成长性，可是呢，成长难以估算，叫做有不确定性。这样的话会泡沫，为什么？因为人们会有想象空间，那个时候的行情叫做本梦比那一旦这个成长可以估算了，比如说 AI 的成长率我算出来了，可以看得出来25%比如说这样子AI 的那个笔电 AI 的这个手机成长率大概是30%比如说我只要成长可以估算，不确定性淡化，对不对？那行情就从本梦比变成本益比了，破掉了所以
泡沫的成因两个因素，有一个成长的前景，美好的前景，但是呢，这个前景如何有不确定性，难以那个浓缩跟估算出来。所以一旦它的成长前景越来越明朗，大家会心里有数说啊，这个成长率是30%的啊，你不要以为是40%或者15%啊，只要成长的前景慢慢的可以浓缩可以估算的话，那么想象空间被压缩，本梦比就还原成本益比。啊，股市就会看出大幅度的修正，啊，修正过头就泡沫破掉，啊，当年那个纳斯达克从5000点讲收盘，跌到1108，跌到3000点的时候我就 all in 了进去，逢低承接，哇哩咧到了2500，我又赔了，就在逢低承接，我最后接到1800以后，我说纳斯达克当年1800以后受不了了，退出，结果跌到1108，然后最后现在的纳斯达克多少？16000。开什么玩笑？当年1108，什么时候？我告诉你纳斯达克的最低点出现在2002年，就是2000年的3月，网络泡沫最高点破掉，对不对？2年半后，2002年10月9号是纳斯达克最低点，那个时候出现。那从那个泡沫破掉那个开始算了大约就是它是2000年第一季嘛破掉，然后呢到2002年的第4季落底嘛然后大约就是2年，然后呢2年半就是第3个季第1个月上旬落底。20世纪有3个股市泡沫，一个是20年代的道琼再来是80年代后期的日本那个指数再来就是纳斯达克，3个大股市泡沫。然后它破掉之后的过程，我们都问什么时候落底嘛答案是几乎一样，落底的过程几乎一样。有一个美国人最先说的，我在网络上看他吓一跳，他说你把3个股市的落底的那个图叠在一起，把它的标签盖掉，你无法区别哪一个是哪一个，叫做 which is which， 你讲不出来，这太像了答案就是2年在2个季第3个季第1个月上旬落底。日经指数的落底，1992年7月8号，道琼的落底当年1932年那个7月8号纳斯达克的落底是2年半后嘛2002年10月9号落底。你把它这个数据摊开以后，你会发现惊人的相似会给不回会这个太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美国前后隔了就1920到1990，隔了70年，然后中间还经过一个日本的3大股市泡沫的破掉过程。非常相似，连落底的时间都非常相似所以意思什么意思？如果将来你有机会再撞到一个股市泡沫破掉、大泡沫破掉的话，你赶快跟你的孩子讲，2年半内去出国旅游都不用玩出去玩都不用管，2年半后闭着眼睛买就是大约就是落底的时候那所以现在我们回到目前看，美国股市 AI 的部分，对不对？它最后一定泡沫化，然后泡沫会破掉，可是 AI 这个技术跟它的应用会走入生活，会变得成熟，会大众化，会走入生活。但是搞 AI 的那些企业，可能在过程中被泡沫化，这些企业最后会可能因为财务压力破产退出。你知道20世纪的时候，一个重要行业是汽车业，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美国有600多家汽车公司，最后只剩叫做3家，叫做 Big Three， 只剩什么？通用、福特跟克莱斯勒那当时那些先锋技术创新的那些先锋，后来都因为烧钱烧到最后财务压力嘛最后都破产退出。可是他的公司会被人家并购，他的技术会留下来继续发展，所以技术本身不会泡沫，是行情泡沫。那个企业的那个股票的行情会泡沫，泡沫会破掉，然后价格会跌下来。那是指股票价格行情会跌下来，但是那个技术。你现在看到很多人在应用 AI， 对不对？它还会滚动，它还会继续发展下去，技术跟应用会活下来，但是开发技术跟应用的那个中小企业，那个科技先锋，它会阵亡。所以 AI 的发展会继续蓬勃，会渗透很多领域，进入人类的生活，没有错。可是搞这些技术跟应用的那些企业，它的股价会被炒过头，会泡沫化，最后泡沫会破掉，是这样子。
我觉得老师最后这一段话真的很受用，因为我们在股票市场上面，如果今天是多头市场的话，第一个最重要就是你不要逆势而为去放空嘛。第二个是，如果今天股票市场在高档，你应该也要居高思维，你要知道要保护自己。每一个人的风险承受度啊，每一个人的资金配置的状况都不太一样。可是现在市场那么热，每一个人都想说，我就是要在这种上涨趋势里面分一杯羹，我也要从里面赚到钱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先来看看过去历史上面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以史为鉴的事情。让我们在泡沫破裂之前呢，至少可以嗅到一点紧张的味道。你又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当年啊，牛顿有参与这个泡沫，当时的一个泡沫啊，然后呢，他真的有赚。我打个比方了哈，比如他买7块钱，然后9块钱就卖掉了，结果呢，后来那个涨到30块，他捶胸顿足，他说：“我可以研究物理的运动，但是我无法研究人类的非理性行为啊。”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讲？他好像很激愤，对不对？原来他后面又买了，他比如到了30块以后，他跌下来，他可能在25块又买了。当然那个泡沫破来破掉，对不对？回到他早先的那个7块9块那个时候，他有赚，然后跌下来的时候他又去补回来，结果又被套了。好，这个意思就是说，泡沫的确不容易应对。好，现在我们把已经发生过的一些人类的经验稍微提一下，就是第一个，行情在上升的时候，我们会希望早一点知道后段上升行情的后段已经来了，已经出现了哈。那有一个理论，华尔街有一个理论叫做差协同理论，跟大家解释一下。差协同理论就是说，当时美国前总统甘乃迪，约翰甘乃迪的爸爸叫做约瑟夫甘乃迪，他们是爱尔兰后裔。然后他爸爸后来在华尔街混出名堂以后，当上了美国驻爱尔兰大使，回他的这个母国啊。爱尔兰去当美国的大使，那有一天从爱尔兰回纽约，就是返国述职还是返国休假，中间他回华尔街的时候，在路边就找一个擦鞋童帮他擦鞋。这个擦鞋童一面擦鞋一面跟他谈什么呢？他聊股票经，哪一只股票怎样。他聊股票很正常嘛，对不对？在我们来看来很正常。这个老约瑟夫呢，回到办公室把秘书叫来，把我账户里面的所有股票全部清光。后来人们就问他，啊，你那个时候怎么那么厉害？行情破掉前2、3个月还在涨哦，那个时候应该还在涨哦，因为到10月份才开始逆转嘛，他在逆转前3个月就清掉了。他说如果连金融圈的很外围的人士，相当于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菜市场的大妈了如果连他们都在聊股票的话，如果连他们都在上车的话，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该上车的都已经上车了，后面没有人要上车了，所以呢，后面叫做没有接盘侠了。所以我要赶快跑，概念是这样子。那现在演变成今天的话叫什么情况？就是《时代周刊》的封面是美国股市在那边大涨还是《新闻周刊》这个后面故事是讲股票今天涨什么怎么涨。这个时候相当于差协同理论，差协同出来了就要赶快退场这个时候就会讲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意思就是说，其实是说后面没有更多人来了。就是没有接盘侠在后面来接这个盘，那你这个时候你买了干什么？对不对？是这个意思。然后接下来再讲一个行情翻转了，那怎么办？有2个，一个叫做蟑螂理论。我不是我编的观众你去打中文蟑螂理论还是打英文好像叫做 cockroach 吧cockroach 的这个 theory 就是蟑螂理论，你打进去的话绝对有。这个华尔街说什么意思？就是听好，他答那个很简单，如果你在厨房里面发现一只蟑螂，表示角落里还有很多。什么意思？行情在下跌的时候，如果你听到一个坏消息了，比如说执行长出来承认我们财务报表这一次不如预期，让大家失望了如果有一家企业这样讲，表示整个经济里面整个市场里面一定还有很多只蟑螂，一定还有很多坏消息要出来一家公司给你承认一个坏消息我告诉你可能还有很多坏消息。那为什么？因为坏消息最先刚出来的时候，都往被压着，或者被处理掉一直到最后实在是压不下去了，才会出来承认，出来公开报道才会出来。就是说，一个坏消息出来，表示后面可能还有很多坏消息，因为人的本性是会把刚刚出现的一些不利的事情尽量压着嘛是这样的这是蟑螂理论。然后呢，跟它相关的就变成一个叫做死猫跳的理论
死猫跳的理论就是说，一只死猫从楼上10楼、20楼摔下来到地面，它会蹦一声，它也会反弹一下下。意思就是说，这种反弹是短暂性的，不值得追，不要去追反弹，不要去想要摊平，因为越摊越平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从楼上跳下来，你不要到6楼去接，你的手会断掉啊。你要让他在地上躺平了，你再去接啊，就是不要去接下坠的刀子，一样的概念啊。Don't catch the falling knives， 不要去接那个下坠的刀子。你说艺高人胆大哦，把刀子接起来，你等刀子在地上躺平了，你再去捡起来就好了啊。所以一定要让那些下跌的人啊，让他跌到底，在地面躺平，让那个要破产的公司让他彻底破产了啊，再看看是谁来接。千万不要当那个什么这个艺高人胆大的啊，这个罗宾汉去接盘，到最后你会变成越摊越平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从行情在上涨，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时候出现过热的迹象。当行情在走衰的时候，我们不要急着说这个已经跌到底了，你要让行情彻底走完它的下跌行情，你再来进场啊，中间不要忍不住。今天非常感谢吴家勇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相信各位观众朋友跟我一样，在听完这一集以后，对于联准会未来的货币政策、通膨以及股债配置的方向都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如果你对今天的节目有任何的想法，都欢迎留言给我们，你的每一则留言我们都会看。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按赞跟分享。工商时报财经相对论，我们下周见，拜拜。拜拜。